大家来到拜托 ATM。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UBS 未来银行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，只要通过1次考验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带回家。那乡里今天主题是这个冬天你吃对了吗？哎，肯定是吃错了。那欢迎喂。欢迎。哦啊，这一对夫妻果果、范江、念峰，你好。高颜值。你们在家自己做餐吗？还是比较多？比较少哎，对我们两个都不是太会做料理的人，这都是叫外送，对不对？你两个身材那么好，也不用讲吃对吃错吧？对啊，天生丽质哎。对，我们比较常订健康餐。对，然后健康餐我们都跟小朋友一起吃，对，所以就吃的比较健康原型食物这样。邝姐你好。哎，邝姐。能保持那么好的身材，一定有他这个健康餐的料理。我一年四季大部分其实都吃火锅，一年四季，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是，就是大部分用煮的，就是不要有油烟。然后就算有一点油烟的话，我就会戴口罩，因为现在其实证明其实油烟对肺癌是会有影响。所以以前很多人讲说，那妇女同胞们都没有抽烟，为什么肺癌一大堆？对肺癌那些。那吃鱼的话，就是放在烤箱里面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等于是蒸熟的意思，然后也不放盐。然后因为海鱼它通常有一点盐的成分，对。但是我吃的火锅基本上就是说火锅的那个锅底，对，我的锅底会做的稍微精致一点，因为我的锅底是会用红萝卜，然后加番茄，因为红萝卜有维生素 A， 番茄有茄红素，然后再加油，然后但一定要加油，因为那些。就是这些是脂溶性的维他命，它才会溶出来，所以才会有那个红红的那个油，然后再加大蒜，然后那你就把它煮成锅底，或者有时候你可以加点洋葱，它的锅底就会变得很甜。然后之后你就先把你要想吃的蔬菜全部去煮好，煮完了以后就拿一碗汤来喝，就是喝了其实汤跟菜吃完其实就饱了。对，那你剩下就把菜捞出来，你要吃肉的话。就是最后再去肉涮一涮，我通常是用清水涮肉，然后再放到那个汤里面，因为你如果那个肉放到那汤里面，那一锅汤就毁了。对，会有一个肉的渣，上面泼起来。对，然后因为它的那个叫什么普林值就会变得非常高。是。来，接下来叫 Sunny， 你好。哎 ，Sunny 是知名营养师哦，自己有经营一个 YT 哦，订阅24万哎，对，厉害，不错。所以今天有什么推荐给大家？其实我蛮推荐，我阿嬷也蛮常吃的，叫做地中海料理的饮食。但是你可以吃我们台湾的台中海，就是用一些比如说香菜啊、葱花这种，当然要大量的植化素，像是用蒜头嘛，我们都很容易爆炒一些东西，像蒜先炒一下，加洋葱，然后这时候你加点高汤，然后这时候你吃的这个山药海鲜粥，我们把米饭替换掉用山药，因为山药是优质的碳水。可是老人家没有吃到饭没有饱的感觉，会不会？但是他会慢慢调整啊，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多的。刚开始会跟你抱怨说啊，一开始会啊，他都说那你大概弄起蜜培，都是用配菜，然后饭那么少，因为他们观念还是要吃饭。是啊，但那个其实料理起来蛮好吃的。你加完高汤之后，你就可以加一点蔬菜，也可以加萝卜啊，冬天吃萝卜蛮好的嘛。然后也可以加我们的花椰菜啊，然后甜椒啊，这时候你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，花枝、虾仁、干贝都很营养、很健康。今天介绍是陆巧英，你好。巧英厉害了，亚太10大青年精英名厨。名厨不都教人家肥的吗？怎么今天会来我们讲瘦的？是，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护理师出身的，对，那我们护理就是要讲全人照护，所以其实就是吃跟身体是非常息息相关。虽然我就是有拿到一些比赛的金牌啊这些认证，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饮食跟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对，举例冬天，如果像台湾这种吃法，该怎么办才能取得一点的健康？是姜母鸭，是因为大快朵颐。前面大家都讲的非常的健康，大家听到这边可能已经就是了无生趣。但我们刚刚讲到全人照护，就是身心灵的平衡，我们其实还是会想要吃羊肉炉的欲望。我本人也其实蛮喜欢的，但是因为羊肉炉的油脂比较高，其实我们在吃这些有配包，你可以先把上面的油捞掉，甚至如果你比较搞刚，你可以先前一晚放到冰箱，它那个油不是就变白白的，你可以把它刮掉，对，然后它就变得非常干净的一个那个汤。大家每个讲的方法都是跟我吃
吃方法完全是另不一样的相处。我们很健康，我们下午茶是喝珍珠奶茶，哦呦，太棒了！喝的是港式港料理，式饮茶，有油的啊，拿起来啃啊，对哦，婚也很健康。哎，营养师还送我们甜咖啡，营养师，哎，欢迎5位来宾。来，我们介绍我们银行顾问呢，王牌营养师刘以礼营养师，你好，欢迎营养师。进行第1回合，协力夺金。协力夺金呢，我们请乡里来讲规则。这回合呢要协力，所以要团体合作，非常重要，要把奖金堆高。那每一题呢有轮流当主答者，但只有90秒讨论时间，要非常注意时间哦，因为奖金跟时间一样，都是会随着时间流逝的。好，所以讨论速度要快。第1题主导果果来，请出题。冬季进补，小心吃错。根据中医的概念，下列何者属于凉补食物，比较适合夏天 ？A. 冰糖莲子汤 B. 银耳汤 C. 酸梅汤。请作答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。来，果果，请开始讨论。因为我觉得我印象中莲子不是比较寒吗？心，它那个心是比较寒吗？然后就那个心，对啊，感觉是降火，就是冬天吃一个冰糖莲子，感觉降火。但是营养师感觉很重要，想要听一下沙尼的凉嘛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去吃火锅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有喝到酸梅汤？对，所以因为火锅热嘛，所以它可以中和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。火锅热啊，它不是降火吗？7000到6000酸，所以是凉啊。对啊，凉的。哦，那就不急。那好，所以听营养师的。我觉得我是 C。好，那我就这样。都是觉。我的答案是 C。字面上看起来，冰凉莲子银耳汤是比较健康，酸梅汤只是酸梅汤。3个都像夏天都会喝的呀。是吗？好，来选择酸梅汤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了。其实呢，我们都会误以为说温补、凉补指的是温度，其实不是，是要看它在中医里面的性质是温性还是凉性。所以呢，像我们常说的羊肉炉啊、牛肉啊、桂圆这些是偏温性的，然后有一些，所以这些要冬天吃。那所谓的平补是凉跟温都可以，没有分季节的，像是莲子啊、木耳都可以，任何季节都很适合来上一碗。至于凉补呢，要比较小心哦，它最好是夏天的时候，所以是像绿豆汤啦、酸梅汤啊，然后也不能到过量。来，接下来范江，请出题。好，爱健身的人常常吃鸡蛋，请问鸡蛋的形状一边尖一边钝的原因是下列何者 ？A. 生蛋时挤压形成 B. 鸡蛋不会滚太远 C. 母鸡比较好孵蛋。来，请作答。好，有 A 跟 B。来，请开始讨论。我觉得生鸡蛋时挤压形成，感觉比较合理耶。对，因为它其实我刚刚才一开始感觉也是，因为它挤出来就是对，以逻辑来想的话，那有别的答案。谁有生过小孩？小孩挤压 B 鸡蛋不会滚太远的原因是鸡蛋比较滚，就是因为就是它是那个天性，就是说如果它滚得很远的话，鸡蛋会容易碎掉嘛，容易流失啊，对啊，容易破损的智慧。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可是鸡蛋是要生出来呀，要把它挤出来啊。所以你也是 A 对不对？以多数决定，我的答案是 A。天哪，你每一题都5000多万。偏安的也是。他可能挤压的时候生蛋就是圆的先出来再尖。对，那就是生小孩的时候头不是会尖尖吗？或者我们产出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可是那个小孩慢慢头才恢复嘛。生小孩。对，选择 A， 生蛋时挤压形成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我们往前面一点来看好了，母鸡呢，它的卵巢排卵的时候当然是圆的那个卵的形状，但是呢，你卵细胞在输卵管里面这样一路，然后慢慢加上蛋白、蛋壳啊，然后输卵管那边动能一直往前挤压，所以你前面已经叠了很多东西的时候，那你生出来那一刹那，当然是前面是比较钝的，那后面没有被那些什么蛋白、蛋壳一直这样加上去，没有这么多的那种挤压的话，当然比较尖，后面比较尖，所以下出来的地方是比较圆的，然后留在比较后面，留在后面是比较尖。所以我们以便便的理论来讲，就我们便便到最后夹断的时候，
其实好像是这样的概念哦，类似。所以头是最痛苦了，头下去之后，头出来就开始头也修过，对，所以头是比较。喂，头过针就过。11653。他们这个策略我好像抓到了，就是说慢慢讨论，但是都拿下来。慢慢讨论什么呢？讲2题才1万，等于2题等1题。有总比0好吧？邝明姐来主导，来请出题。用抗性淀粉塑身，是因为它能降低热量摄取。请问，选择下列何者可以吃到最多抗性淀粉 ？A. 烤地瓜 B. 冷地瓜 C. 冰地瓜。请作答。全 C 都一样吗？都一样。我选择的是 C。没得讨论，不讨论。选择 C 冰地瓜对或错？恭喜大家1万块拿下。对，其实抗性淀粉它有4大类，那其中1大类呢就是淀粉老化。那怎么让淀粉老化呢？当然就是温度越低。那淀粉老化之后呢，我们的小肠就比较不容易吸收，相对热量就可以打7折。对，所以说像刚刚提到的冰地瓜啦，或是饭煮好之后拿去冰了之后，一定会比凉的热量是所谓的温度越低，老化的越多，所以热量相对越低，越适合所谓的这个减重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生的东西也可以，比如说简单讲，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会选择比较生一点的香蕉。就是比较偏绿一点的，那生的香蕉相对来讲也比较不容易在我们小肠消化吸收，所以热量也会比较低。难怪我只喜欢吃生的，就脆的，不能有黑点，就生的软的，不能有黑点。但它热量只有打7折，所以如果你吃很多的话，还是会补回来，所以要小心。所以抗性淀粉本身这个词是好，对于减肥是好。对，是减肥是好的。哦，学到了。OK， 来，接着Sunny来主导了，你们奖金21653块。我就听你的就好。Sunny主导，请出题。加油！胖也分为虚胖跟实胖。中医师指出，哪种生活习惯是导致虚胖的元凶 ？A. 大吃大喝 B. 完全不吃淀粉 C. 缺乏运动。请作答。好 ，A、B、C 都有。来，请开始讨论。我也是 B。我认为就是，如果你全部吃淀粉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某一种营养素缺乏，这样是虚的胖这样。对。那巧英，因为我觉得吃还是跟身体很有关，但是有些人大吃大喝，然后他其实看起来就是所谓就是算泡芙人，可能就是他可能看起来瘦瘦的，可是他其实体脂肪什么都很高。所以我想应该跟吃还是有关。那也跟运动啊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你讲的跟缺乏运动2个是一样的。对，因为虚胖会发生在比较瘦的人。我觉得我享受我的想法跟营养师比较接近。对我想说缺乏运动，但缺乏运动那应该是实胖，就你是真的胖，缺乏运动。5000多。对，好，我的答案，我觉得还是 B， 我的答案是 B。5115，来选择 B， 完全不吃淀粉。就是有些人是不吃淀粉，可是我们是需要淀粉才能够消耗我们的脂肪，所以完全不吃淀粉的话，你都是脂肪，没有肌肉。因为我在想，虚胖比较会发生在瘦的人身上，那瘦的人其实都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不爱运动，但他可能吃东西不太会胖，然后他身上就是有点松松垮垮的这样。所以你会选大吃大喝？我觉得是运动。完全不吃淀粉，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其实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哦，虚胖呢，其实就是有点水肿的概念，像你肾虚，然后脾胃虚这种原因才会导致所谓的虚胖。所以就有哪些方式，比方说有些女生刻意减肥，减到她不吃淀粉，所以你就觉得她整个人就好像虚虚的，但是她就肿肿的，或是呢你冰吃太多，然后吃太多甜，还有你不吃淀粉，你的身体好像你体重不是很重，你整个看起来就是怎么说，就补的那种感觉，虚胖不结实。那至于刚刚 A 跟 C 的选项，没什么好说，就是实胖。实胖。好，奖金是26768，他们全部命中。策略很不错。对，巧英主导，来，请出题。有些人总把指甲当苹果在咬，请问爱咬指甲象征这个人是哪种主义者 ？A. 完美主义者 B. 资本主义者 C. 理想主义者。请作答。哦天哪！
哦，理想主完美主义者，理想主义者。ABC 都有。来，请开始讨论。好。那我选的是 A， 我想问果果为什么是 C？ 其实我 A 跟 C 在选，因为我觉得两个是有点像的，对对，但只是因为我有点完美主义，但我不会用指甲，所以我就选 C。因为我的想法是选 A， 通常完美会比较焦虑，焦虑就会咬指甲。对。哦，那好像理想有时候因为你达不到那个理想，你也会焦虑哦。是啊。然后你像我表哥连脚趾甲都拿来啃了，怎么办？好，那范家 A 感觉可以。我选 B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A 跟 C 太像，所以我就直接删掉，选一个不一样的 B。好，那听起来我们就是选你们多数。决定。那我们的答案是 A， 完美主义者。完美主义，这个好难哦，这个。恭喜答对了！五题全部命中。对，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刚刚 A 跟 C 之间的一点迷惑哈。其实 C 那个理想主义者比较想说，我觉得 for example 世界和平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可是你不可能会因为这么大的理想，然后天天在那边焦虑。你会焦虑的还是你完美主义者，就是你对生活中的大小事。所以那些非常 care 完美主义的人，他会这个东西没照他的东西走，没照他的东西，没照他的习惯放，他都会焦虑。那你焦虑的时候，你就会忽略你在破坏你身体。有的人是会跺脚，有的人是会咬抠指甲。对，所以咬指甲只是完美主义者的一个显化的一个态度。32810，又回到果果了。你们5题全部命中了，真的钱很少，人家都5万多、6万多、7万多，有8万的，有的时候也只有3万，所以你们已经超过很多组。但你们已经3万了，钱还有5题呢。来，加油！上半场就3万多了，加油！下半场果果来请出题。好，节瓜近年成为热门的饮食选择。对于节瓜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吃了可能胀气 ；B. 有苦味的更健康 ；C. 吃了可能水肿。请作答。正确。全 B， 毫无悬念。请讨论。是 B。讨论都不用讨论，讨论了，大家都选 B 啊，良药苦口吧，有苦的就是有一些。可能是营养物质在里面，因为营养物质通常都不好吃。对，而且 A、B 感觉都就是它这么好，比较负面的感觉，只有 B 感觉比较中肯一点点。对，因为瓜是属于凉的，比较凉的，所以我可能会有点胀气是吗？应该跟它的某些成分含量数有关，所以应该是越苦会越健康。来选择 B， 苦味更健康，对或错？答错了，正确答案是 A。可能会胀气，我有胀气一点点响啦。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瓜啊，它本身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它被肠道细菌分解之后，它会产生甲烷。那甲烷这个气体就针对一些比如肠燥症或容易胀气的，它就会容易觉得吃太多就会有胀气的可能，所以它答案是 A。那刚刚一直大家讨论的这个苦味啊，事实上本来很多的蔬菜或水果，它都会刚开始的时候种植出来都会具备一些苦，因为它是要预防一些昆虫啦，或是其他的藻，磨甲虫就不来。对，但是呢，当你越苦的时候呢，如果是节瓜，代表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胡芦素，那也叫做苦素，会增加越多。这时候呢，可能我们人吃了之后会产生肠胃不适，轻则拉肚子啊、胃痛啊，严重的话可能比如说吃了太大量的这种很苦的节瓜，可能就会电解质失衡，然后可能就会晕倒啊，或是低血压。所以当你今天真的去菜市场买回来之后，你烹调完之后，它还是很苦，那建议就是不要吃它了，不然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身体不适。因为错就错在你们统一的答案嘛。对啊，我自己假之所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想食髓知味啊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的。半江主导，请出题。夫妻相处久了，感情多少会变得平淡。研究发现，夫妻一起做什么事更能重燃激情 ？A. 就地重游 B. 体验新鲜事物 C. 与小孩出游。请作答。这个，请开始讨论了，请讨论。其中我一个，先讲你的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以我来讲，就是说我会一直在想，我当初跟我老公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他送我去哪里，然后喂我吃葡萄或者什么东西的。对。然后呢，体验新事物就觉得还好啊。然后小孩子出游应该会昏倒吧？更累。对，我的想法
是这样。我在想，可能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，但以我现在这个阶段，重新开始，我觉得会是新鲜事物，那我选 B 咯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B， 选择 B， 体验新鲜事物对我做。恭喜答对。新的回忆。我们分一下哦，其实老夫老妻有的时候相处就是找个平和感，然后如果你想就是想起对方的好，你们可以就地重游啊，觉得哇我真的选对，两个在一起很自在。可是今天题目是要重燃激情，所以就不能去那些以前去过的地方，要不然有什么特别的？所以你们要一起去挑战一个新的东西，最好是冒险的。两个一起共同有那种没接触过。好，你们奖金是39,104，很不错。接下来邝明杰的那又该我了，加油的！第二轮呢，我要来请出题。听你的，这次灵感不准。铁路便当经济又实惠，但在民国50年时，哪一个火车上的商品比便当还要贵 ？A. 啤酒 B. 牛奶 C. 冰咖啡。请作答。A、B、C 都有，来，请看讨论。哎，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牛奶呢？牛奶以前牛奶普遍来讲，可能比较少，物价比较高一点。比较高。对啊，那像在国外的话，他们喝牛奶算蛮便宜，所以他们都有喝牛奶。但是我们国人就比较没有这种习惯。那谁选 C？谁选 C？咖啡以前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东西，是近几年才比较平民化。所以我才选咖啡。但是他是说50年那时候年代，因为50年，对，因为在民国50年，我也还没出生。可是问题是我的就是妈妈呀，或者外公外婆他们都有出生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大家要讲究营养，可是牛奶那可能比较稀少。不是牛奶要在家自己喝嘛，不会公开卖嘛。好，相信我，我选什么 ？A， 我的答案是 A。啤酒，好紧张。为什么选啤酒50年你生了。我2岁，这样子，不要问你这题。2岁你就不用问我。以前的火车会不会只是一个？火车是一个交通工具，不是像现在什么飞机啊或什么服务的感觉。请问一下，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什么？就说这些高。在我小时候有印象，车上还有泡茶。我就记得，就是一个500cc 的，然后泡茶，然后他来帮你加茶。你要买一杯茶，他有放茶的，那放茶叶，像什么龙井这种。对。泡完之后他走，但待会我选过来，你要加茶吗？加一点。那什么对号车平快啊，就很多了。后来才有那种快车嘛。对，因为我只记得那一个，那这个是我用猜的，而且要贵到比一个便当贵。因为啤酒，台湾啤酒有多少年？好，来选择的是 A 啤酒对我做。好难啊这题。我觉得是对的。加油！恭喜答对！独排众议啊，厉害！我们看一下价目表吧。最近有时候大家说，民国50年火车上的价目表拿来看一下。除了有铁路便当之外，还有汽水、牛奶、咖啡、啤酒。那我们看看价钱哦。牛奶跟冰咖啡一杯是1元5角哦。那铁路便当5元，可是大家知道吗？啤酒一瓶10元，好贵，一瓶就比一个便当的2倍这么多。可是那个时候啤酒是台啤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还没生。那应该可能就是外来的啤酒，可能是外来，如果没有台啤是国外进来的，它可能会比较贵一点。对啊，对，来，接下来Sunny主导了，你们价钱是44,215块钱，加油！来，请出题。气温骤降，让人想喝汤暖身。请问哪道料理的汤底钠含量最高、最伤身 ？A. 姜母鸭 B. 药膳排骨 C. 羊肉炉。请作答。哇，好难。好，这不敢放麻辣嘛？麻辣一定是最重。对啊 ，A、B、C 都有。请讨论。都不一样哎，不一样。那你讨论。我认为就是药膳排骨可能就是要炖比较久，那相对炖久的钠含量就比较高啊。你们认为？我选什么？我选 C。羊肉炉也要炖很久吧？啊，你不要管我，因为我觉得要统一听营养师。对，因为这一题我觉得好，对。太没把握。对，不是炖越久的钠会越多。对，我的答案是 B。哦，药膳排骨。可是我看巧英选 A， 我是选 A， 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想说他要先去把那个姜母熬出来，然后其实你要熬越久，它的释放应该会越多。对，所以姜母
姜比较没有钠的那个，因为它要一直长久的熬。我的想法是说熬的那个时间，因为我们是不是会喝到辛辣、很浓郁的味道？对，所以应该是一直熬出来的。对，那像药膳感觉跟羊肉卤相对是比较清爽，就是不要熬那么久。药膳它有药材一下熬就有颜色、有味道了。对，然后羊肉卤也是，所以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。对，所以选择药膳排骨对或错？可惜答错，正确答案就是 A 姜母鸭。是，拍的料理女王。对，其实它是跟料理的方式有关，因为姜母鸭确实是这3道里面料理最久、熬最久的。所以平均我们以1碗汤大概300cc 来看的话，第1名确实是所谓的姜母鸭，它有大概1350毫克的钠。那我们一个人一天是最多就2400毫克的钠，所以你只要喝2碗。你其他东西都不用吃，吃那一餐就对了。对，你的钠含量其实就爆表了。所以我们会鼓励说，你在吃这些所谓的这种补的东西的时候，尽量还是吃里面的料，不要喝它的汤，这个才是最基本、最健康的方式。那这3个里面，第2名呢，其实是这个药膳排骨是第3名。对，那第2名的话，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羊肉炉。那羊肉炉本身呢，它有1200毫克的钠，那药膳排骨有1145毫克的钠，其实都是破1000的啦。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这些都是又咸，然后可能里面还有一点酒。所以我们有一些3高病人，或是你冬天要减肥的话，可能就是尽量汤不要喝。那麻辣锅嘞？麻辣锅那有时候汤底真的也是很好喝哎。对，麻辣锅其实是热量破表，以热量来看的话，其实它是热量最高的。那钠含量的话，它可能也是位居第2、第3，也跑不了。但是因为你有发现吗？像药膳或是麻辣，其实它都有加一点辛香料，或者是有一点中药材。那当你有这些药材或辛香料的时候，你相对你可能你的盐不用加太多。对，所以你可能要取决在这个烹煮的方式。你们现在有44215来，巧英最后一题把关呢，请出题。加油！好。最新调查发现，45%的青少年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。请问他们不运动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？A. 沉迷社群手游 B. 懒得运动 C. 没有时间。请作答。好，请开始讨论。好，我的答案是因为我有2个小孩，那其实他们现在年纪就是也差不多青少年，那大家都会就是同才就会想要就玩手游，那其实他们就会去减少对外就比如说运动这些的习惯。那唯一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小玲姐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赚很多的钱，然后他们没有时间，因为手游也要花时间，像很多什么都要花时间。然后青少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少数服从多数喽。好，我们的答案是 A。来，选择的是沉迷社群手游，对或错？会不会55是沉迷？可惜答错了。55是社群，45是懒对。真的没有什么好为他们找借口的。你没运动，你就是懒嘛。对，你就是不想运动，给你再多时间，就是玩手游。真的想要去运动的人，他还是会找到时间啊，所以他们就是懒。那你说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啊，天气不佳啊，读书太累啊，没有人陪啊，都是借口而已。他们就是懒。但事实上，日常生活中啊，有的时候可以，就是不一定要真的出去运动，你有时候站啊、坐啊，自己在那边像阿嬷的那些方式，对，一直深蹲就可以。对啊，日常生活中大家不要懒。但如果没时间运动，一定要做滚筒。对，滚筒就把筋膜滚筒才不会累积你的钠含量，那个什么盐呐锁住在身体。多喝水，滚筒它自然就不会排出来。但滚筒很累啊，也是一身汗啊。对，你要滚地方，大腿、小腿、侧腿，然后这个一下淋巴，很痛哎。对啊，还有这个地方啊，该逼，不是淋巴的地方。OK， 淋巴。来，奖金是44000，也很不错。那我们累积到45000块。现金题，那我们现在是整数。你们共同努力的成绩就是45000。接下来单元就是你们要选出一个人来挑战45000，进行最后一个回合，进行下面一个回合，唯我独拿。跟着请讲规则。这一回合呢，听的
着听题目，抢答作答，答对1题的话，半张淘汰卡；那答对2题就可以累积到1张完整淘汰卡。要选择淘汰哪一个队友，只有最后留下来那一位才可以进行第3回合的挑战。但你不能随便乱按，答错2次自己淘汰。自己淘汰。第1题，请出题。请问，牛奶加热时会变质，导致人体比较不容易吸收的是矿物质还是蛋白质？小林，蛋白质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那我们有时候牛奶加热的时候啊，最容易流失的是维生素。那蛋白质呢？加热其实还好啦，只是变成说哦，你人体比较不容易吸收而已。那至于矿物质的话呢，不受高温影响。对呀。哎呀，还有半张卡了啊！好，哇，来，请出题。每天进食16小时，并且将进食时间限制在8小时之内。请问这是哪一种间歇性？哎呀，168，果果168，对，168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就是168嘛。那大家一直以为说其他16个小时是不是什么都不行 ？No No No， 你可以喝水啊、茶呀、黑咖啡，但是你要确保是无糖的。有的人突然有效，可是有效是有没有持久的？对啊，有效完之后又发胖了。对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普遍来说，蔬菜类营养价值比较高的是深绿色蔬。哎，请讲。我都抢不到，我吓到，我吓到。题目还没听完，那你必须要回答，不然就要记仇。深绿色，深绿色，深绿色，对或错？深绿色。哎，对，答对了。答对，这个人想答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他恐慌，因为按太快，他不知道答案，题目还没念完。对，因为他是完才有个还是，对，不是我吓到，我吓抓到一下，都流下去。大家知道哦，它的深绿色呢，就代表它里面营养素越多。那我们想想看哦，蔬菜有分超多颜色，深到浅是绿色。红色蔬菜也有，黄色蔬菜有，白色蔬菜有，所以这样来算的话呢，是不是绿花椰菜就会比白花椰菜来的营养素好一些些？因为呢，它们里面有很多钙啊、铁啊、胡萝卜素，然后造成它的颜色比较深。颜色更深吗？那我们茄子不是更深吗？哦，可是那已经深到发紫。紫色的嘞，紫色比绿色更深嘛。为什么茄子被大家这样读，对不对？没有写在里面。我觉得茄子有点是要归于红色那边。啊，白色啊，其实是它里面是切起来白色的，搞什么？看里面不是皮啊？对，我在搞什么东西啊？搞什么？其实没压力好大。哎，恭喜小林获得1张淘汰卡，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。果果，只能是你。但是我后面一定答不出来。哦，因为他有半张卡，合理，危险性比较大。第二个，因为他们夫妻嘛，夫妻至少还有一个人留在场上。对，还有一个。来，下面题，请出题。舒缓眼睛疲劳的方法中，眼睛休息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距离还是看绿色？又抢不到。距离，距离。哎，我们按钮有没有坏掉？确定了哦，没有改了哦。距离，距离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！我们以前都一直以为要看绿色，但不是，其实因为远方的那些山水啊，很多都是绿的。我们其实是要看远。为什么看远呢？因为这样子呢，你的肌肉才会在活动，远远近近，可以帮助你的睫状肌的弹性。所以光看绿不够，要看远方的东西。因为这个我有看过，我们就是本台的那个健康2.0，像就是眼科医师，然后还有上过瓜哥的节目，眼科医师他们就是说，就训练眼睛就是要看这样子，然后看到最远。没有，我永远记住他叫我们要练习这样子什么？练习翻白眼。我们现在翻不了白眼，你怎么翻眼睛都在想。这个翻白眼如果能翻到彻底白，是会帮助睡眠跟脑袋的。你说翻到彻底白是不是要看医生？翻白眼？我问你，彻底白？不是啊，以前我们翻白眼翻得很白嘛，现在彻底白耶！你看，我这样翻最极限了。你大概才3分彻底白怎么翻啊？所以睡眠会不好啊。你翻翻看，你翻到最顶。顶了！你那是斗鸡啊，好不好？你翻白眼都不知道，你看你晚上一定失眠了，有没有？来，小林，你翻翻看，翻掉。我翻不动。也差不多1/3。对，没法翻了。
你看他翻的比较好。有吗？我有吗？健康哦，看到没有？有吗？各位看到没有？他白的部分多了，每天都在翻白眼。对小孩，头好晕哦。对啊，所以要练习啊，我们要上看下看左看右看，我左看右看上看。哦，所以回家练习。要练习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翻白眼。将馅料切成方块，放入竹筛内滚动，沾附干糯米粉。请问这是汤圆还是元宵？为什么都吃圆？其他都坏掉了吗？我们两个是坏掉，我们都来，等一下，两个 hold 住一下。你先回答，你先回答。哦，元什么东西？元宵了。元宵，对我说。元宵。恭喜答对，大家一直以为汤圆跟元宵是同样事情，不一样。汤圆呢是我这个馅然后就变成我糯米弄好之后，我馅这样包进去，然后煮。可是元宵呢很酷哦，它就变成是要这样甩。所以它的馅料切成方形，然后在这个竹筛里面，它会有一些糯米粉，我这样甩，粘上去这样，对，然后再加一点水，让它再继续这样沾。我只知道基隆有一家妙果前面卖的就是人工那是好吃，它就是元宵，它就是真的这样做的，对。所以刚刚说这样，这个叫元宵。哦，拍谁？这个你们年轻人不懂啊。你先等，卡先给他好了。哎，可以，好，有吗？恭喜你拿到淘汰卡。请问你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。张丽，一题都没答。高明姐，你要知道，你接下来就是公敌了。你不好好的往上爬，你一有闪失，两个一定淘汰你。哇！来，大家都归零哦。来，下面题，请出题。玉米笋是玉米的小时候，请问玉米笋是属于全谷杂粮类还是蔬菜类？请说。我又没吃，我是按太慢。蔬菜类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玉米笋它小小的嘛，它的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其实都没有很多，所以它不算全谷杂粮。那它长大之后变成玉米的时候，才是扎扎实实的全谷杂粮。是的，来。又半张卡了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不吃陆地动物，但会吃鱼或海鲜的素食种类，叫做海鲜素还是锅边素？小英，我终于按到，但我要答对。海鲜素。海鲜素对或错？对。当然是海鲜素了。那不是陆地的吗？对，那至于锅边素是什么？就是说他吃素，可是如果这盘菜里面有肉那些，他只要不要沾到，他还是可以吃。吃青菜就可以了，铜锅煮也没问题啊。是有些是不行哈，有些沾到就不行。纯素。对，锅边素是 OK 的。他连锅都不行。不行啊，连锅都要换锅。哎呦，半张。我应该我真的抢不到，没抢到。半张最安全。我按真的抢不到哎。你有按吗？我刚有按，我真的有按回放。请出题。我不想按了，给你。如果想透过鸡肉摄取蛋白质，应该选择鸡胸肉还是鸡腿肉？请说。鸡胸肉。他答的啊，鸡胸肉对或错？恭喜答对，鸡腿肉属于红，好像对，两个蛋白质含量都不错啦。但是鸡胸肉呢，想想看，3盎司呢有21克，那鸡腿肉呢是18克，所以还是鸡胸肉稍高一些。因为通常，因为我们最近在练重训嘛，重训都说吃鸡胸。没有一集是同一个人淘汰。那还没，那我知道答案哦，来，应该就是我了吧？应该就是我了。因为我有半张，因为你有半张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跟他拼啊，对哈。我从来都抢不到。恭喜再度拿到淘汰卡。对呀，方明杰，你要淘汰的是？我要淘汰的是超强。我们两个拼好像也不错。好。肉巧音，因为有半张。对啊，这不合理啊。不是因为这个，如果策略来讲是真的，是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淘汰你才对。可淘汰他你就危险了，他再拿一张卡你就再见。你是觉得范江太懒了？为什么可以跟你走到最后呢？他都没有在按。不是他有按，我可以轻松被你打败。他慢了他比较慢，他是抢不到我。最后一个他也抢不到哎，破纪录能淘汰他吗？我觉得范江很聪明。请出题。
婴儿在出生多久就需要加入副食品维持生长所需？是6个月还是12个月？那么多不知道。那你干嘛？那个6个月。 6个月，对我错。 6个月。是不是？恭喜答对啦！对，其实说真的，12个月已经太大了吧？不可能那时候才吃啊。对，那其实说真的，其实6个月之前喝妈妈母奶就够了。可是啊，小朋友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大概4到6个月的时候，他的体内储存的铁质就逐渐用完，就要靠副食品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训练他吃副食品，而且还有另外好处哦，他常吃副食品的时候，他开始可以训练自己咀嚼的能力。咀嚼能力。好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未经加工且没有化学添加物，保留了原来样貌形态的食物叫做什么？哦，终于慢讲。原型食物。原型食物，对我错。总该对了吧？恭喜答对，一直在说原型食物，恭喜范江，恭喜范江。你在按的时候我没有按。我刚才以为还会有选项，但我就不打算等选项出来。我打算因为我怎么想都想不到，我就直接抢了。来，接下来是决生死啊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要健康就要少吃精致淀粉，请问属于精致淀粉的是麦片还是早餐谷片？谁？范江。我的答案是早餐谷片。对或错？气死我了！恭喜答对了！抱歉了，是不是？抱歉了。每一期都是最不起眼的，最后。他就在等这个机会。所以恭喜范江，你可以挑战4万5的奖金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范江来，谢谢。没想到的是4万5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，结果最后呢，策略成功，他就等那一题。对，脱颖而出。来，4万5千块挑战权，请插卡。 OK。金库请打开，有4万5千块是奖金，是你要挑战的，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，请出示2道密码。 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笔画非常多、总笔画60画的进补好料，或是总笔画39画的孟母三迁。山珍海味啊，满汉全席啊。可是60画，这个60画超少见。 60画笔画多一点，什么佳肴、修真佳，还有瓜哥目前讲的我没有一个会的。那我觉得我会选孟母三迁39吧，也差太多画了吧？对，因为反正都不会，我就选简单一点的。因材施教啊！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相关的。会这么长吗？我要选孟母三迁。毫无悬念，选39画。请锁定孟母三迁。是。哎，进补好料到底是哪4个字这么困难呢？请看。哎呦，哇！ 凤髓龙肝听起来就很贵很高级耶。哇，根本都不是块米呀。水这个字感觉还是其实凤爪哦，没有龙，没有龙啊。对哦，那凤都还长什么样子没看到？凤爪啦，凤爪啦。凤髓龙肝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凤髓就是很稀奇古怪、珍贵的凤凰的那个脊髓龙的肝，那个食材多珍贵啊！哦，形容食材很珍贵。哎呀，这个60画好像做得到哎哈。对，这个我好像会做哎。笔画就很难算了，每一个字都写那么难。对，挑战4万5啦，请出题。南橘北枳，南橘北枳是啥 ？OK。 就同样的一个东西放在南边叫什么，放在北边叫什么？南橘北枳，计时开始1分钟，清楚。放在那就一定是9。先确认的啊？对，可以，先确认吧。先写你确定的。哦 ，OK。对。 6。 然后呢？Sorry， 我想改。1、2、3、4，时间有限哦。橘。
7，局3、4、5、6、7，完了，再试一次，完了，局怎么笑很大声哦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看只剩15。这怎么不行？星几号？好，10，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时间刚好用完。南橘北枳，密码。哎，我那走09100509。右手。这能。肯定错。答错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答案。哇，真的是哇，瓜哥太厉害了！你就是一个橘子没选，看到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！哎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好，今天学到2个新的成语了，对不对？凤水龙肝，对，就是很高级的山珍海味，稀世珍肴，对不对？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用这个来比喻说，哇，那我真的一辈子只吃一次也是。那接下来一个南橘北枳，哎，我觉得老师以后可以这样骂学生呢。南橘北枳，你要当橘子还是直子？我当橘子，因为我们住在北边的，我们能当橘吗？我们就是住台北。我要当傻子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，谢谢大家。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